美国东部时间2018年2月8日，华米科技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股票代码 HMI， 成为小米生态链首家在美上市企业。股票发行价为10亿美元 ，IPO 筹集资金1.1亿美元。CEO 黄汪持股39.4%，为华米科技最大单一股东。华米科技创立于2013年，是一家在智能穿戴技术领域有着丰富生物特征识别经验和运动数据驱动的公司。旗下产品主要包括小米品牌的智能手环及智能秤，自主品牌 Amazfit 米动系列的智能手表及智能手环等，共14次获得德国 IF、德国 Red Dot、中国设计红星奖金奖等全球工业设计奖。本期总裁有话说，带您对话华米科技创始人兼 CEO 黄汪先生。今天来自中国的华米科技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的挂牌上市，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其创始人兼 CEO 黄汪先生。黄总你好，首先很高兴您接受我的采访，也恭喜华米在纽交所成功的挂牌上市。您曾经说过，如果华米成功，一定干票大的。那么此时此刻，您带领团队来到纽交所，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我非常兴奋，今天能够成功的在纽交所上市，我觉得是我们华米成功的这个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个事件，非常兴奋。那么目前华米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出货商。那么您认为它与主要的竞争对手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优势在哪里？华米其实是一家成长得非常迅速的公司，它用短短的4年走到了上市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是一个在过去的10几年里头，我们都非常聚焦在这样的一些嵌入式技术和数据分析和算法这样的一个专注的团队。我们刚才说，我们本质上是一个在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和算法方面非常强的一个团队。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战胜全球的其他品牌和其他竞争对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在前端有智能手环、智能手表，其实我们在实验室里头，我们还有各种不同的智能可穿戴的原型产品，比如说智能耳机、智能眼镜、智能 T 恤、智能运动鞋等等一系列的原型产品。但是它本质上在背后都是一整套的人体数据的数据分析的算法和人工智能 Deep Learning 的一整套引擎在背后起作用。2017年1月到9月。华米科技旗下产品出货量为1160万件，旗下所有的产品注册用户达到了4960万，超越竞争对手 Fitbit、苹果、华为，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智能手环出货商。虽然在很多人眼里，华米可能只是硬件生产商，但是黄汪说，华米是一家人体数据公司。那么华米在健康大数据这一领域，在未来会有怎样的战略规划和部署呢？我们会持续的推动在华米上市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深入的这个发展基于人工智能 Deep Learning 这样的一整套技术下面，人的各项最基础的指标，比如说血压、血糖、血氧、心脏健康问题等等一系列的跟人的这个健康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并且呢会这个推出相应的一些智能可穿戴产品，来为全球的消费者来服务。那么我看到华米已经有近5000万的手机 App 注册用户，掌握着如此多的用户的大数据，那么怎么保证这些用户数据的安全？我们正因为是一家人体数据公司，所以我们公司的最重要的头条就是保护用户的这些数据的隐私。比如说我们在美国的用户的数据就存储在美国，存储在 AWS 上；我们在欧洲的数据存储在欧洲的 AWS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我们在中国的用户的数据就存储在小米的云上面，存储在中国。那么我们在整个亚太区的数据就在新加坡，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尊重用户隐私、非常注重用户隐私数据保护的
这么一个公司和团队请所有的消费者放心。那么从华米的这个财报上看，可以看出它在销售收入上比较依赖小米，尤其是之前。那么从去年开始，华米也推出了自主的品牌。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推出自主品牌呢？我们从创立华米开始，我们就引入了小米的创始人雷军雷总的投资。我们在过去的4年里头得到了小米非常大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这么快的成长，能够在4年的时间就到了纽交所上市。所以我们跟小米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这种股东投资这样的一系列的关系非常紧密的。华米上市之后，会更加的有更多的资金、更多的资源，研发更好的一系列的产品。我们同样，我们自己品牌的产品也在小米全球的渠道上面，线上线下的一系列渠道上都在销售，所以更多的是合作和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我们为小米提供了更多的好产品，吸引了更多的米粉，而我们呢也实现了更多的销售，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我相信在未来，我们跟小米之间的合作关系会走得越来越紧密，相互的支持，相互的战略协同会越来越大。那如您所说，华米跟小米关系是双赢。那么有人开玩笑说，这次华米抢在小米之前上市了，是不是为小米之后的上市来试水打前哨？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首先呢，这个关于小米上市的进程我是不清楚的，因为毕竟是2家独立的公司。那么呢，我相信，其实雷军雷总有一句话，就是这是一个新国货的时代这是中国品牌走向全球的一个时代。我相信华米是第一家在智能硬件领域，我们首先走到了这个全球的资本市场，而且很成功的让全球的资本市场能够接受我们。我相信小米的上市也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事件华米的成功意味着接下来更多的中国品牌，更多的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会走向全球，会在全球范围内服务于全球的消费者，会越来越成功。我相信华米、小米都会走到更加成功的一个位置上去。谢谢。那么我看到今天这个股价也非常不错。那么此次华米上市之后筹集到的资金将会如何使用？这次呢，我们筹集到的资金呢，我们会主要投入2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加强我们的研发，会研发出更多的新的产品，而且在云端呢，我们会继续的投入到我们人工智能和 Deep Learning 的整套的云服务和研发方面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投入到全球的市场扩张方面，在欧洲、在美国、在东南亚市场，我们都会投入了更多的资金，也欢迎在全球范围内更多的渠道、更多的品牌来跟我们走到一个双赢互动的一个局面。我们会用更好的技术、更好的产品，会跟全球更多的本地化的渠道和品牌进行合作。谢谢。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近年来中国又掀起了创业的热潮。那您作为创业的过来人，今天的成功者，那您对于中国正在创业、想要创业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好，作为一个创业者，特别是作为一个连续创业者呢，华米是我创办的第4家公司，所以创业呢，其实事业有一个坚持的过程，而且要聚焦、要积累，最后才能走向成功。加油！好的，再次恭喜您，恭喜华米，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谢谢。